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今天是系列的第2期。1983年7月份 ，FC 主机在日本发售时，游戏主机市场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但凭借着同时代出色的主机性能和亏本卖硬件的价格策略，同时还有高人气的首发游戏，任天堂迅速地打开了市场。在83年不满半年的时间里，就卖出了超过44万台，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中可谓鹤立鸡群。1984年又推出了光线枪套件，配合相应的游戏卡带，再次获得成功，全年卖出超过100万台主机，占据家用机市场90%的销量。看到如此迅猛的势头，第三方的游戏厂商也陆续开始在 FC 主机上试水。整个1984年共发售20款游戏，会分2期来介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游戏吧。网球，在任天堂的棒球游戏大卖后，只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推出了第2款体育游戏网球。实际上在 FC 主机发售时，这款网球游戏就已经开发完成了，但也许是销售策略的原因，为了避免自家的同类型游戏互相竞争，游戏到了1984年的1月份才发售。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游戏的销量也很优秀，在日本最终卖出了156万份，所有红白机游戏中排名第18。游戏有2种模式选择，单打模式和双打模式。单打模式为人机对战，双打模式为双人合作和电脑对战。很可惜的是，缺少了2人对战的模式。进入游戏后有5种难度级别可以选择，1级最简单，5级最难。区别主要在于球速、对手的移动速度和对手击球的准确率。游戏的操作非常简单，方向键移动人物，A 键击球， B 键打出高吊球。如果是球飞行到人物的上方，按 A 键会自动变成高压球的动作。虽然只有2个击球按键，但游戏的上手并不容易，新手经常会出现打空的情况，想要成为高手也得多多练习，需要熟练的掌握移动的位置和击球的时机，尤其是在5级难度模式下，球速很快，对手的能力也很强。除了技巧熟练之外，还需要有很好的反射神经。和棒球一样，网球游戏的规则也参照现实比赛，但出于游玩时长的考虑，每场比赛都采取3盘2胜制，而不像现实中大满贯男子比赛还有5盘3胜制。游戏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球员在场上像忍者一样疾风般的移动速度。马里奥大叔穿上裁判服，坐在中线位置，一本正经的判罚比赛也是一大亮点。个人评价3颗星。弹珠台，这款游戏是由任天堂研发1部和 HAL 实验室共同开发的，相当于任天堂 Game Watch 上同名游戏的升级版。基本上这类弹珠台游戏的玩法都是一样，操纵2个挡板击打弹珠，移动撞击获得分数，同时避免落入下方的洞中。这款游戏的特色在于弹珠台内部的各种得分元素。弹珠台分为上下2个版面，一开始弹球发射后会先来到上半部分，左上方消除全部黄色小珠子后，2只海豹会表演顶球，获得额外分数。从右侧绿色栏位穿过，下面的3只企鹅就会变换闪动，停止后如图案相同，挡板中间就会出现圆球帮助防御，弹珠台会变成红色。下半部分的画面中间是3个圆圈，每次击中可以获得100分，橙色圆圈的正下方是3个鸡蛋，击中后会弹出1只小鸡，再次击中小鸡就会消失。如果能同时击中3个鸡蛋，挡板的2侧会出现2个塞子。画面左侧是7个数字图标，全部击中后，圆圈右侧的6条粉线将会被移除，可以使弹球回到顶部。画面上方是5张背面写着 N 的扑克牌，如果全部翻过来，能在挡板中间获得一个圆球，弹珠台变成黄色。画面的右下方是一个棕色的洞，可以通向隐藏的小游戏。奖励关卡的小游戏里，马里奥会出现拯救他的前女友波琳。在这个奖励关卡中，当相同的数字颜色一致时，波琳下方的平台会缩短，到一定阶段就会落下来。这时玩家需要用马里奥接住波琳，送到2侧的出口，就能获得大量的分数。弹珠台作为一种流行多年的游戏形式，球只要弹出去就能投入其中，时间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游戏个人评价3颗星。西部快枪手，也翻译为荒野枪手 FC 的第1款光枪射击游戏，需要外接光线枪才能游玩。游戏来源于1974年横井军平设计的街机游戏，
有 A、B、C 3种游戏模式可以选择。A 模式中，玩家和1名歹徒在荒野上进行决斗，歹徒缓缓走向屏幕中间，转向玩家。过一会儿后，他会大喊开火，此时玩家用光线枪射击，在画面上方歹徒出枪的时间前打倒对手就可以获胜。胜利后可以获得奖金，出枪越快获得的奖金越多。随后就进入下一轮单挑，越往后枪手的出枪速度越快，失去3条生命时游戏结束。B 模式的难度更高，同时和2名歹徒对决，一回合内要同时干掉2人。这种模式下，有的时候2个歹徒会在不同的时间大喊开火，需要更快速准确的判断。C 模式为帮派模式，匪徒们结成帮派，躲在酒馆里，从5个不同的位置连续出现，需要在他们开枪前一一消灭。每一轮有15颗子弹，需要干掉10名歹徒，每干掉10个人，弹药就会补充1次。这种模式玩起来最刺激，也是我小时候玩的最多的一种。在当时看来，游戏西部荒野对决的氛围营造得很棒，歹徒的人物造型和被击败后的搞笑表情也让人印象深刻。但作为早年的光枪游戏，也不太适合现在来玩了。游戏评价2颗星。打鸭子，或者叫做打猎，也是一款光枪射击游戏。打鸭子是经典的射击游戏玩法，早年在街机及其他平台都有类似的游戏。在美版 NES 主机发售后，这款游戏和超级马里奥兄弟作为主机豪华版的套装捆绑发售。游戏的玩法是带着你忠实的猎犬去打鸭子，有 A、B、C 3种游戏模式。A 模式中，每次出现1只鸭子，3次机会将它击落，每轮有10只鸭子，开始击落5只就能进入下一轮。越往后命中数要求越高，鸭子的速度也会越快。每次鸭子掉落时，猎犬就会屁颠屁颠地跑过去捡，一旦没有打中它，它就会嘲笑你。每次看到狗子那副贱贱的表情啊，就只能无奈一笑啊。B 模式更难，一次出现2只鸭子，同样只有3发子弹。可能是任天堂在游戏设计时考虑光打鸭子会比较单调，于是在 C 模式中变成了打飞碟，一次出现2个飞碟，同样是3发子弹。小的时候对这款游戏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商场里卖红白机的柜台上，销售店员都爱用这款游戏做演示，一边守着柜台，一边手拿光枪展示他们精准的枪法。每次我在商场里都能看好久。后来自己也买了机器和游戏，也许是光枪射击的判定范围太过宽泛，又可能我天生枪法了得，没过多久也成了高手。游戏个人评价2颗星。高尔夫，这款游戏是由任天堂研发2部和 HAL 工作室共同开发的。早期的任天堂游戏开发多次与 HAL 工作室进行合作，这款作品是弹珠台之后双方合作的第2款游戏。除了宫本茂参与设计之外，游戏的程序员就是当时还在 HAL 工作，后来成为任天堂公司社长的传奇人物岩田聪。当年游戏开发时还有个小故事，任天堂计划将这部高尔夫作品设计成18洞的标准比赛玩法，但软件公司认为 FC 主机内存有限，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岩田聪却认为可以实现，于是成为了游戏唯一的程序员，并自己编写了一套数据压缩程序，成功完成了开发。后来为了纪念岩田聪，这款游戏的副本被镶入了 Switch 4.0 固件当中，作为复活节的彩蛋。如果将 Switch 内部系统时间设置在7月11日，这一天是岩田聪的纪念日，同时用 Joy-Con 控制器做出岩田聪标志性的手势，就可以激活游戏。游戏可以单人游玩或双人比赛，双人比赛又分为比杆数和比洞数2种。游戏人物的长相酷似马里奥，但开始时官方并未确认，直到后来发布补充材料才确定马里奥大叔高尔夫球员的身份。日版游戏中，1P 马里奥穿着白色上衣、蓝色裤子，2P 穿的是红色上衣、黑色裤子。但后来 NES 美版发售时，将红色上衣的人物作为封面主角。游戏的规则参照真实高尔夫体育比赛，比赛场景也模拟出真实球场的沙坑、池塘、树林和草地。击球前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球杆，并且要考虑画面左上方的风向和风速。开始挥杆后，第一次确定的光标为击球力度。
第二次为击球弧度。游戏上手需要一些时间，一开始会有些找不着北，但对操作方法和手感熟悉之后，就会发现游戏性极高。在当年，这款游戏也收获了广泛好评，在日本销量就达到了246万份，全球销量超过400万份，在所有红白机游戏中排名第6，游戏评价4颗星。狙击犯罪又翻译为警技射击，也是一款光枪射击游戏。这款游戏如果按照英文名字直接翻译过来，应该叫做祸根小巷。从这个名字很难看出和游戏内容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它是来源于19世纪的一部老漫画，后来美国 FBI 联邦调查局用它来描述在弗吉尼亚州的警察训练。其中一项训练内容就是学员必须穿过一个模拟的城镇，其中会出现随机的纸板目标。游戏有3种模式。 A 模式中，玩家在室内训练枪法，射击纸板人，每次出现3个，需要分辨平民、警察还是歹徒，在规定时间内击中歹徒，越往后反应时间越短，超过时间或击中错误的目标都会扣分，即 miss 数+1，累计10个 miss 游戏结束。 B 模式的玩法和 A 模式类似，不同的是游戏场景来到室外的街区，围绕街区走一圈为1轮，同样累计10个 miss 游戏结束。C 模式变成射击空中飞行的2个罐头，每个罐头都可以连续击打，保持让罐头不落下去，到达左侧的3个分数奖励区。这款游戏在北美发行后成为最受欢迎的光枪游戏，相比之前发行了2款作品，这款游戏的游戏性要更好，内容也更加丰富一些。游戏评价3颗星。大金刚3，在大金刚前2部作品取得成功后，任天堂时隔不久就在 FC 上发行了系列的第3部，游戏移植于1983年的街机版。这座游戏从平台跳跃类变成了射击类游戏，大猩猩还是森喜刚，但马里奥被替换成了一名名为史丹利的角色。可能是考虑到马里奥大叔在各种游戏里出场的次数太多了，而且在后面游戏还要担任主角，身价暴涨，不能再让他当这种跑龙套的角色了。史丹利有一间温室，里面养满了花，森喜刚闯进他的温室搞破坏，同时带进来各种虫子，史丹利需要用杀虫剂赶走森喜刚，同时消灭周围的这些虫子。如果大金刚掉下来或者被虫子碰到，都会失去生命。游戏实际上只搭建了2个场景关卡，后面的关卡都是类似的场景，只不过颜色或者台阶类型有一些变化。需要击败的昆虫包括蜜蜂，有时候还会出现蜂王，蜂王被击碎后的碎片会造成伤害，还有蠕动的毛毛虫、公鸡蜂、甲虫和蝴蝶，有时候飞虫还会来抢夺底部的花朵。如果丢失花朵后，过关的奖励分数会减少。拿到画面上方掉落的超级喷雾，发射能力会增强，但只能维持前3关。大金刚3代发售后的销量不如前2作，特别在北美销量更是惨淡，游戏评价也不高，可玩性不如前作，个人评价2颗星。爱的小屋，如果按照英文原名直接翻译，这款游戏应该叫做坚果与牛奶，可见翻译真的是一门学问。游戏是由哈德森公司开发并发行的，是 FC 上首款由第3方厂商发售的游戏。但这款游戏最早也不是为 FC 主机开发的，作为一款动作解谜类型的游戏，原版1983年发布于 MSX 和 NEC PC 等家用电脑平台，1984年才移植到 FC 平台。游戏中玩家控制粉色的角色，它的名字就叫做牛奶。牛奶的目的是救出画面左上方被关在小屋里的未婚妻酸奶。画面里的蓝色敌人叫做坚果，就是这个家伙把酸奶妹子关了起来。坚果配酸奶，主打一个硬炮啊！玩家控制牛奶一边躲避坚果的追击，一边要拿到屏幕上所有的水果，可以爬梯子和跳跃。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从比较高的地方跳下来，牛奶会晕倒一段时间。拿到全部水果后，左上方小屋的门就会打开，会发现酸奶在屋内求救。
来到小屋和酸奶汇合，就可以进入下一关。游戏一共有50个不同的场景关卡，每通过几关后就会有一个奖励关。奖励关里没有坚果，是牛奶和酸奶的2人世界。有一个简单的游戏秘籍，可以直接按下选择键进入下一关。50关通过后会有一个简短的通关画面，游戏会从第一关开始重复。游戏有 A、B 2种难度模式，区别在于 B 模式下有时候会有飞艇出现干扰玩家，碰到飞艇牛奶也会挂掉。另外游戏还有关卡编辑模式，玩家可以编辑属于自己的关卡，这也是哈德森公司早期动作解谜类游戏的一大特色。小时候对这个游戏可爱的画风印象深刻，长大了了解到游戏的故事设定，感情的事果然还是得讲究一个门当户对，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游戏的个人评价3颗星。淘金者，淘金者在登上 FC 主机前已经是大名鼎鼎的热门游戏了。游戏的原型是由美国一个名叫道格拉斯·史密斯的大学生个人开发的。后来 Broodbound 兄弟会公司向其提供预付款，完成了游戏的设计，并于1983年在当时流行的各大微型计算机平台发布。1984年，哈德森公司重新设计了人物、画面和音乐，游戏在 FC 平台发售。作为一款平台动作类解谜游戏，游戏的玩法十分经典，玩家需要收集关卡里所有的黄金，然后从顶部逃脱。关卡内有3个敌人，除了躲避他们之外，对付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挖坑将他们填埋。A、B 2个按键分别对于玩家在两边挖坑，挖开的坑几秒后会自动填上。敌人这个时候如果还在坑里就会被消灭并获得分数，但被消灭的敌人马上又会从画面的顶部刷出来。场景内始终保持着同等数量的敌人。在游戏中，玩家需要好好思考挖坑的方式，如何才能得到金子又不能被地形给困住，同时对围追堵截的敌人得做出快速的反应。一关内如果消灭5个以上的敌人，拿到所有的黄金后会出现隐藏水果，获得水果有额外的分数加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游戏中的敌人角色后来作为主角在炸弹人游戏中登场，外形上的区别就是马甲从绿色变成了蓝色。游戏的另一大特点是关卡编辑器，与上一款游戏不同，因为淘金者的游戏玩法场景也更加广阔，只要发挥想象力，编辑器就可以产生出各种有意思的关卡。游戏的品质属于历史级别的经典，即使放在当下，游戏性也极佳。在 FC 版本推出以前，其他的很多平台都已经有了这个游戏系列。即便如此， FC 版依然在日本取得了110万份的销量，排在所有红白机游戏中的第33位。个人评价5颗星。小蜜蜂，在1984年，南梦宫将这款著名的固定射击游戏移植到 FC 主机上。原版游戏是1979年的街机版。这款游戏的出现是南梦宫为了对标78年泰顿公司的《太空侵略者》而开发的。相比《太空侵略者》这款作品，当时采用了更先进的 RGB 彩色图像技术，画面表现力远超前者，游戏质量也很不错，收获了极佳的口碑。同时商业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媒体杂志 Game Master 更是将街机版列为有史以来100款最佳游戏之一。在登陆 FC 之前，小蜜蜂已经在雅达利、Apple II 及其他微型计算机平台发布。实话说这款游戏的中文翻译并不好，除了敌人的造型像昆虫，其他设定的内容跟小蜜蜂没有半毛钱关系，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游戏的主题仍然是玩家操纵名为 Galaxy 的星际飞船对抗外星侵略者。虽然飞船的名字听起来很霸气，但游戏时屏幕上一次只能发射1颗子弹，子弹击中敌人或穿过画面底部后才能再次发射。敌人一开始排好队挨打，一段时间后会陆续冲下来挨打。每一关敌人的队伍里都会有2艘旗舰，冲下来时还会带着2个护卫舰，击中后会获得额外分数。消灭屏幕上所有敌人，进入下一关。往后游戏难度提升主要体现在敌人的移动速度变快和射击次数增加。这款游戏也属于历史级的经典游戏，后来被多次收录到各种合集小游戏当中，但毕竟游戏的年代过于古早，
初期的电子游戏在技术上极其有限，这部作品现在更适合待在博物馆里。游戏个人评价2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觉得还不错，还请给个3连，多多支持。咱们下期节目再见。